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郑晓龙《红楼梦》选角，谭健次、陈都灵、白鹿主演，蒋欣出演王熙凤。时光如织，流转到岁月的尽头，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季风之夜，正悄然打开下一版的《红楼梦》。已到70岁的著名导演郑晓龙，他的眼中闪耀着光芒，如同昔日那些荣光璀璨的荣华梦。这一次，他选择了一个特别的时机，将这个流传100年的故事再次搬上荧屏。据悉，这部即将启动的《红楼梦》剧目将有一群崭新的面孔。虽然新人占据了配角团的大部分位置，但主要的角色仍然选择有名的演员。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被众多粉丝追捧和期待。目前，选角聚焦在了90后演员群体之中，诸如灵动的薛宝钗和白鹿少年郎一样的贾宝玉已跃入导演的眼中。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主角都需要在出身高贵的实力小生之中找寻，于是实力小生加上青春外貌也成了评选的新标杆。其中，林黛玉的人选尤为引人注目。目前看来，90后小花旦陈都灵脱颖而出，她的气质仿佛江南水乡的古典美人，有着温润如玉的韵味。她的身姿纤细而优雅，宛如大家闺秀的风度，尤其是她的那股书卷气，更是给角色增加了无比魅力。相比之下，旧版中的林黛玉演绎者蒋梦婕，尽管与原版中的气度颇为相符，但在芭蕾舞蹈经历中形成的珠圆玉润之感却少了林黛玉应有的纤弱之美，这不禁让人对陈都灵的演绎充满期待。再回到故事背景中，那时的林黛玉一家经历了种种不幸，失去了双亲和弟弟后被外婆家收养，而如今看来，林黛玉的家族似乎遭遇了经济上的绝境。当年林家曾是权贵之家，家产丰厚至极。然而随着林黛玉的家人相继离世，林家逐渐人丁稀薄，最终只能依靠贾府的庇护。而王熙凤更是将林黛玉的遗产300万钱全部用于填补贾府的亏空。这背后还有一段婚事的安排，林黛玉与贾宝玉的婚事本应作为林家的嫁妆来弥补贾府的损失，王熙凤更是极力促成这桩婚事。若非林黛玉父亲尚在人间，按照门第观念来看，她与贾宝玉的婚事或许并不可能成行，因为贾宝玉身份低微且无功名在身，而林黛玉的父亲官职却远高于贾府。当年陈晓旭版的林黛玉在选角时曾被质疑不够漂亮，但正是她那无法模仿的气质最终赢得了剧组的认可。那时候拥有更为标准外形的演员不少，但导演还是选择了陈晓旭，选择了那个与角色最为契合的人选。《红楼梦》选角历来被赞为一次成功之旅，每次选择的演员都是那些最能将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的演员们。如今陈都灵等新一代演员们将如何诠释这些经典角色？这无疑为观众们带来了无尽的期待和遐想。在一个繁星点点的夜晚，故事的种子悄然萌发。演员的魅力并不完全取决于外貌和经验，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特质。这种特质如同夜空中的北斗七星，与角色之间有着奇妙的契合。在87版《红楼梦》的拍摄过程中，许多演员的命运与所饰演的角色竟然不可思议地重叠了。这仿佛是冥冥之中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默默操控着一切。当我们回望过去，有一位导演郑晓龙，在70岁那年执导了新版《红楼梦》，他的选角眼光独到，每一次选择都令人惊叹。其中，他选择了年轻的演员们如谭健次、陈都灵、白鹿等人。然而，当时盛传的选角名单中也有着蒋欣将出演王熙凤这一角色的消息。在众多的候选者中，若谈及贾宝玉一角，早些年的乔振宇与几年前的马天宇都被提到了考虑之中。
乔振宇与马天宇两位美男子，他们的气质温和而独特，他们仿佛是混在胭脂水粉中长大的公子哥，身上沾染着一些脂粉气。他们的外貌出众，是家中的掌中宝，流露出一种富贵之家翩翩公子的感觉。这样的形象与贾宝玉的成长环境与气质完美契合。特别是谭健次，他拥有一双充满爱意的眼睛，这双眼睛仿佛能诉说无尽的故事。从现代人的视角看，贾宝玉似乎是一个恋爱脑的公子哥，但在当年，杨洋就以贾宝玉一角赢得了美少年的名声。但贾宝玉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出身和容貌，在男性眼中，他或许算不上多么杰出的存在，只是出身优越，长相精致一些而已。然而，他却成为了众多女角色的梦中情人。他的魅力在于他能体谅女性的不易，拥有一颗赤子之心。他内心纯粹、炙热、善良，从未想过要伤害任何人。他愿意用平等的心境去与女孩子相处，也从不把别人往坏处想。此外，他还有一定的文采，与林黛玉有着惺惺相惜的情感。林黛玉懂他，不会像别的家人一样逼他考取功名。他们两人都有一些超脱世俗的思想。而在薛宝钗这个角色上，她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出身于皇家商户家庭，自然拥有无尽的富贵。虽然她内心有着精明算计的一面，但她的言行举止却完全符合大户人家当媳妇的标准。《红楼梦》中描述的薛宝钗寄住在姨妈家中，就是为了选妃的事情。当她落选后，便开始计划嫁给贾宝玉。虽然贾宝玉与她不是同一类人，但两人的命运却因此紧密相连。这个故事充满了奇幻与真实、悲剧与喜剧的元素。演员们的选择与角色的命运重叠，互相影响，使得这部作品更加生动、真实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在古老的贾府中，有一个女子，她从未真正被贾宝玉的心所接纳，她便是薛宝钗。她存在的意义仿佛就是催促贾宝玉勤奋读书，希望他能早日考取功名，为家族光宗耀祖。薛宝钗与她的姨妈王夫人可谓是同一类人，他们满口都是仁义道德，表面看似温文尔雅，实则内心坚硬如石。他们总是优先考虑自己的安危，遇到困难时更是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全自己。对于旧日的情分，他们几乎不会伸出援手，即使是面对贾宝玉，他的情感也更多是亲情而非爱情。薛宝钗有着一种非他不嫁的执着，但这并非出于真挚的爱情。她看重的是贾府的声势和门第。一个皇商家庭，尽管富贵显赫，但出身商户，对于她这样一个女子来说，进宫选妃的路其实极其艰难。然而，她却抱有幻想，一心想要嫁入贾府。这种执念竟让她蹉跎了许久，费尽心机。她的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渴望和对权力的追求。即便岁月如梭，70岁的郑晓龙导演在筹拍《红楼梦》时，对角色的选择仍旧充满挑战。在众多的候选人中，白鹿被选中出演薛宝钗。她的外形丰腴，气质古典，完美地诠释了原著中对薛宝钗的描写，一个古典美人的胚子。而蒋欣则被选为王熙凤的扮演者。她那伶俐机敏、八面玲珑的气质，与王熙凤的形象不谋而合。尽管王熙凤的风评不佳，被认为心狠手辣，但在蒋欣的演绎下，观众能感受到她身为高门大户管家的威严和气派。她管理下人得心应手，哄得长辈们开心不已。这种复杂的人物性格，在蒋欣的诠释下显得栩栩如生。回首薛宝钗的一生，她仿佛被自己的欲望和执念所束缚。她的一生都在为家族、为名声、为权势而活，却从未真正为自己活过。她的人生仿佛是一场无尽的追逐，而最终的结果
也只能由时间去证明了。在古老的贾府之中，4位千金的生活命运多舛，如同落入织锦缎上的迷雾之中。贾元春，她虽被封为妃子，但那并非因为皇帝的宠爱，而是为了贾家表面的荣光。她的命运如同被操纵的木偶，在宫廷的深宫中，她孤独地度日如年。有传言称，《红楼梦》中暗示她最终被皇帝赐死，其死因令人唏嘘。自从她离世后，贾府的繁华如梦般破碎，很快便遭到了抄家之灾。她虽身居高位，却只是家族权力斗争中的一枚棋子，没有自己的选择和自由。贾迎春作为长房庶出之女，本应是贾府的骄傲，然而她的命运却如同被父亲拿去抵债的物品，被狠心的丈夫活活打死。她的丈夫并非出身名门望族，却对官家女儿下手狠辣，这侧面反映了她在家庭中并不受重视，娘家人无力为她出头，她的命运充满了悲哀和无奈。与前两者不同，贾探春是赵姨娘的女儿，她的才能出众，个性鲜明，深受家中人的看重。然而命运却将她推向了远方，她被迫替家族的衰败远嫁他乡，一去不复返。她的故事充满了无奈和悲凉。而贾惜春则辈分较高，她是贾珍的妹妹。由于父亲贾敬沉溺于修道，最终死于金丹中毒，母亲早逝，她被养在贾母身边，与贾珍的关系并不亲密，性格孤僻无情。当贾府败落时，她选择了落发出家，家人觉得她心太冷，实际上她是在逃避现实，寻找个人的精神解脱。这4个角色如果要在荧幕上呈现，需要找到能够贴近角色，让观众认可的95后或00后小花来出演。在拍摄新版《红楼梦》时，不仅要选择合适的演员，还要让演员对角色有清晰的认知，这样才能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生动和真实。《红楼梦》是一部情节设计巧妙，塑造了各种各样人物的小说，堪称文学史上的瑰宝。只有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和领悟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书。如果一个人能看懂《红楼梦》，那么他至少就能看懂人性。这部作品以小见大，通过描绘贾府的兴衰和4个千金的命运，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样。